哪些蔬菜适合盆栽，甚至比地栽更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子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阳台上的盆栽蔬菜。到了8月份，又有什么蔬菜可以开始准备了？现在这个阳台上种的比较好的呢，就是辣椒、西瓜、茄子，同时呢，慢慢的过渡到秋菜。这一棵是甜椒，开始有红的果实了，长得还不错，都很饱满，摸上去硬硬的，开始转色，所以有不同层次的，红的、橙色的、黄的，甚至绿的。这棵是美人椒，现在也有一些开始变红了，变红了辣椒挺好看的，但是辣度也会增加。刚开始没有怎么修枝，但是到了后面呢，我就梳理了一下，把主干留出来，然后侧枝呢决定哪个留哪个不留。比如说这一棵的话，主干有一点往左边倾斜，我就有意在另外一个方向留了一些侧枝，让这个植株啊不要倒伏的厉害。这个是苏椒，主干上分叉了3个，它一下子就倒过去了。苏椒现在也红了。这个是薄皮枣柚、辣椒，这些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品种。我家不太吃辣椒，我种的就是为了好看。去年种的樟树港辣椒，我最后都做成辣椒干了。红透的辣椒还是挺好看的，非常的养眼。今年在阳台上种的这些茄子都非常不错，品种也很好，我一个一个都尝了一下。这2种呢是今年尝试的新的品种，枣黑长茄，我本来不太喜欢的，现在尝了2次，觉得很不错。有点像 Orient Express， 但是好像口感更加好一点。我种在阳光比较好的地方，用自动吸水花盆种的，底肥用的比较足。今年种的茄子吧，我一开始就把土放在最高的地方，假植在2加仑的花盆里的茄子苗，把它移栽过来的，这效果很不错。这2个茄子品种很好吃。这个是用大的普通花盆种的杭茄，杭茄产量还是挺高的。如果长老的话呢，皮会比较厚一点，尽量在茄子比较颜色深的时候、嫩的时候采摘，这样后面就源源不断的有茄子摘。我呢是因为想给大家看一下茄子的产量怎么样。这个是摘过4、5根吧，这个是摘过2批，每次都已经摘过5根的，那现在还有很多。这个是挺高产的，是团购群的一个品种。那这个呢是 C 号的那个枣黑长茄，之前摘了2批9根吧，现在还有大的结出来。所以这2个品种今年种的呢，我还是挺满意的，推荐给大家。只要肥水跟上，阳光够，没有病虫害，它就会长得很好。那今年种的7叶圆茄也是很满意的，我已经摘了8个这种大的，现在你看新接的还是力气很大，有亮的。这个植株吧本身就比较矮一点，适合盆栽。右边的这个黑八圆茄植株高一点，还没有摘过，因为我想看一下一下子可以结多少。这里边有好几个大的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比较大的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老。你看这个颜色有点旧了吧，其实也是很嫩的，也很好吃的。2年前吧，最早的一个大的留种了，我把种子抠出来以后，这个肉还能吃。很多朋友问能不能留种，因为它这个标明是杂交品种，
我是不太建议用自己留种的杂交品种来种的，因为可能原来的杂交品种的优势会在第二代里边退化，除非你是各种原茄都喜欢的，以后你可以每年留一个质量最好的再留种，那7、8代以后比较稳定了，也许你可以命名一个你自己优化的茄子品种。茄子虽然是自花授粉的，如果要想留种的话，一定要单独种或者是隔开种。2年前我试着留种，当时呢在边上种了另外一个大的白茄，结果第2年用这个自留种种出来的茄子就是各种颜色，你可以试试单独留种，看看明年效果怎么样。这个面包茄呢，现在看起来还不错。它这个好像有点卷起来，它这个卷起来是因为营养跟不上吗？你可能喜欢杭茄的软糯，这个品种呢，它的口感是松软，好像皮也不是很厚。今年种的这些茄子我一个一个尝了，2种圆茄，2种黑长茄，还有杭茄，还有这个面包茄，还有之前我拉秧的仙女茄。仙女茄我为什么拉秧了呢？当时发现有红蜘蛛，而且这个仙女茄一波长好了以后呢，我的经验是后面会要一段时间再长第2波，所以我就干脆把它拉秧了。现在看起来我这些茄子的植株还蛮健康的，没有被病虫害感染。那有的时候你看到这种网眼呢，它是被日本甲虫咬的。如果你有跳蚤甲虫的话，那它的叶子会被咬得千疮百孔。我用2加仑的花盆种了2颗 Sugar Baby， 麻藤的那个卷须啊，现在有点枯了，那基本上这个瓜很快就可以摘了。这2天我一直在 monitor 它的分量，今天又比昨天重了一点。我希望它再长大一点了，看看能不能到5磅。过2天就准备拉秧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一颗上面已经有一些像是红蜘蛛了，不想让它传染到茄子上或者其他的西瓜上。这个是 Diana Pink， 这个品种的瓜是2磅多一点，那现在已经是2磅多了。当时不知道是小瓜型的，修枝的时候修了一点狠了，一个花盆坐住一个。那我觉得像这样的小型的瓜吧，可能用2加仑的花盆就够了。Sugar Baby 还接了4磅多，明年阳台上可以种西瓜，可能比我在社区菜地种的瓜更加好一点，因为它光线比较好。同样接一个瓜，社区菜地的秧爬了很多，也只有接一个瓜。看看有没有熟透了。现在它这个藤还没有枯掉，还可以再长。我刚才称了一下，已经有2磅多了，所以用盆栽种的话，一点不比地栽的差。你可以端着这个花盆找阳光最好的地方。这里呢接了2个荷仔冬瓜，这个好像被花栗鼠抓过了，另外一个就比较大一点。阳台上种上几个瓜，是不是很喜庆？今年的秋葵种的比较晚，用自动吸水花盆种的秋葵叶子很肥啊。前几年种了不同品种的秋葵，有红的秋葵，普通的最常见的秋葵。这2年呢，我就种这种矮型的秋葵，因为盆栽的话，矮型的品种比较适合。虽然这个植株比较矮小，但是它的秋葵不小。去年我做了比较，用自动吸水花盆和普通花盆同样种1颗秋葵。那用自动吸水花盆的呢，种的虽然它用的土比较少，但是更加健康一点，收获也更加多一点。所以今年我又用自动吸水花盆种了1颗秋葵，这种矮秋葵。
现在呢有了很多的侧枝，我等一下把侧枝都打掉。现在已经8月份了，秋葵可以一直长到霜冻日，所以我想留主干，让每一朵花都可以结成一个秋葵。除了在菜地里边种西红柿，我在阳台上今年也种了几种。这个是 Pink ID， 现在开始熟了。我觉得在自动吸水花盆里边种上一颗还是有不错的收获的。阳光好，口味也好一点，而且不容易开裂，因为自动吸水花盆不会忽干忽湿的。左边这一颗是7月11号移栽到这里的颗，在地里边直接扦插的转基因西红柿，在这个花盆里边长得很好，上面也挂了很多的果实。那这颗呢，我很快就拉秧了，因为上面即使不打顶它也不结了，营养还是有限，因为这个盆的大小决定了它最后可以结多少果。那现在看起来至少没有太令人失望。现在已经8月，立秋刚刚过，我在这个阳台上呢，马上就开始要种萝卜、青菜了，种鱼甘蓝，准备过冬的。我这里呢已经开始抢跑了，因为农场已经种上了萝卜、白菜，这是他们种的一个白菜品种，抗根种病、抗抽苔，所以夏天就可以开始种。在2加仑的花盆里边种了一颗，这个在5加仑的花盆里边种了一颗。白菜可以冬储，盆栽的话空间利用率更高一些，就像种萝卜一样，一个花盆里边种出一颗大的白菜，应该挺不错的。我同时呢还在自动吸水花盆里边种了2颗，这2颗呢种下去的时候小，又种得晚，但是长得很大，所以自动吸水花盆还是有用的。我在一颗黄瓜的边上种了这2颗，随时准备我的黄瓜会牺牲了，因为最近看到这个阳台上有黄瓜虫了，所以我就用这个防虫网把这几颗第2梯队的黄瓜罩起来了。这里边的玉女黄瓜开始结了，看看能够 last 多少时间。那最早种的那些黄瓜呢，有一点老化了。这一颗呢，我本来说产量比较低的，本来已经放弃了，好，这2天又在结了。这个瓜还是很漂亮的，海洋白玉黄瓜。8月份了，马上要种秋菜了。我在小花盆里边育了一些紫色的花椰菜，春天的时候在地里边种了一颗紫色的花椰菜，有收获，但是天气热的时候呢，花椰菜没有长得很漂亮，想再试一下，秋天种这些效果会更加好一点。我准备西瓜拉秧了以后，把这些秋菜种到新的盆里边。朋友给了我一点红菜苔，红菜苔非常喜肥，我试过盆栽、地栽。如果是盆栽的话，花盆一定要大；如果是地栽的话，底肥一定要足。这样的话，它的叶子可以长得很大，菜苔也多一点。我在8月份、9月份的时候，主要会育一些鱼甘蓝、德国芥蓝、俄罗斯鱼甘蓝，这2种呢是我每年秋天的时候必种的。8月份了，现在可以开始育白菜、萝卜的苗。萝卜呢可以冬储，白菜呢你可以秋天的时候收获，留一些过冬。小白菜、大白菜可以分批种。我这里的大白菜呢是早种的，那现在开始种的呢就后面一点收。小白菜也可以分批的种，因为早种的在霜冻以前可以长成大颗，晚一点种的呢可以尝试过冬，第2年吃菜苔。一般来说，鱼甘蓝的菜苔可以在4月份开始采收，乌他菜、小白菜3月份就开始有了。我这2年种了一些专门吃菜苔的白菜苔，非常的好吃，很嫩。一般的小白菜苔，比如说苏州青、上海青，也会非常的好吃。现在种，秋天的时候可以吃叶子，也可以留一些明年春天的时候吃上菜苔。那鱼甘蓝包括德国芥蓝、俄国鱼甘蓝都可以在8月底的时候开始育苗，
9月份的时候移栽，10月份的时候掰叶子吃，然后过冬。在种植6区呢，鱼甘蓝不保护也经常可以过冬，但是如果保护一下，可以过冬的更好，菜苔也可以早一点吃。记得你要过冬的吃菜苔的，在种的时候一定要挖大的坑，埋足足的肥，那第2年的植株才会比较壮，菜苔比较多。